左哥都还没有聊到什么，自己认识他那么久，有觉得他跟顽童时期跟现在大渊 solo 的部分，有没有觉得他的态度是会有不一样？做事的态度绝对是非常的不一样。做事情，他的顽童是怎么样？等待，对，躺在那。好啦，对。你在顽童的时候做事情是什么样子？顽童的时候，大部分就是瘦子。比你忙，比你忙。对，但这次就真的是感受到大渊其实也是很有想法的。想要怎么做变全部都要依赖他个人的想法。没错。所以会整个积极度差很多。差很多啊，就像他刚才讲的嘛，他半夜对啊打给我好几天这样，每天都打给我这样，那个想到什么，然后又给我补充一下这样。因为我怕搞砸。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乔治，不是我怕他搞砸，因为我怕他搞砸以后我就搞砸。对，然后因为这是我自己的专辑嘛，所以我会看待很重。虽然顽童的我也看得很重，可是因为就是常常就是一个人出去沟通就好，因为那叫什么口多什么人多嘴杂，人多嘴杂，口多吃多了，就多几双筷子而已。多几双筷子。对。他自己可能讲不清楚的时候，就会派 Tipsy 帮他翻译一下。Tipsy， 你还有翻译官的一条龙服务啊，一条龙服务。没错。整个装帧设计是你。对。然后音乐内容是 Tipsy。对。影像的话，大部分也是恩佐，所以你等于说这两个人在这段时间跟你绑在一起。没有啊，他们也没工作。这可以这样子讲话吗？没有，我也没工作。就是大家一起来完成这个工作这样子。对，我先问人家档期啊。怎么会忽然间来一个 diss 我？这倒是没有想到。我吃不太下去。哇！那是厨佛的问题哦。不是，下一道菜吃完了。你们会为了就是大渊的案子，就是把时间空下来？一定要的，一定会的。我告诉你是怎么样，好不好？是开案之前就是我就是很常找他们吃饭喝酒这样，我都付钱这样子。你先在那边储备一些友情。对，储值一些友情，不然怎么可能这样一通电话打，那这边可以跟你聊1个小时？对啊，想加什么？正常人都要挂完电话，对不对？好坏要自己扛，所以他真的蛮投入的。我们其实是从做 beats 我们就坐在一起，就住在一起，从做 beat 他就在我旁边，我们开始讨论。同居那首歌写的就是你们两个，没错，对，所以他是在抱怨我嘛？没有，也算是啊。因为在创作的时候，我们1个礼拜至少有见到5天以上。哇！因为其实做这个你不止这10首了，是一定都有。后面还有一些就是我觉得不适合放进去的，或是太辣了。真的假的？假的啊？没有这么辣，小辣而已。小辣。对啊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，就是从选音色什么的，我们就是在讨论了。哇，那很 into 哎。对啊，甚至是他的心血啦，可以这样讲。顽童听命就是他们大概调个7、8、8后，我再听差不多8、9成这样这种概念，然后要修正嘛。我这个是从就是送出去之前就开始在听了。我就开始就是一开始跟他说这个大概要怎么推，那很进入哎。因为没工作做。这张不止我是制作人，他自己也是制作人啊。因为他每个环节他都有参与到。对。你不要一直聊这些这种就是内心的东西，我有点害羞呢。现在感觉他联谊，你知道吗？理解。我们家木渊人很。这支是你的联谊影片，好不好？那你不能联谊啊。我没有联谊啦。你要结婚了吗？我尽量啦，尽量是然后瘦子，突然上次也是出个通告，就要打电话给我女朋友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剪掉。那你这首歌这样非常棒，是有要对瘦子说一些什么样的话？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连结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就刚好是瘦子，对，有没嘎了。没有 make up 就是周遭的人制造出来的。真的？我做的东西他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他其实也是我进度中间可能1/3、2/3的时候，他可能因为我们都在同录音室嘛，所以他说会进来，我人不在，他会偷放给他听，你知道吗？晚上我可能在打电动或睡觉的时候，他突然就是传一个简讯来，很屌。就2个字，很屌，或是那个火焰的符号，很屌，烧，对，不然就录个鱼，酷爆，但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对，然后是后来隔天我可能或是过2天去录音室，他跟我讲说，他听得不错，对，然后小春也是，就是他们，就我们都同录音室，他们都是偷放给他们听，他也没问我意见，但这样也应该很好吧？他应该也是很为你开心吧？蛮开心的啊，对啊，这本东西他可能会就是觉得说，你要不要试试看用撞声词啊？或是用什么之类的？对，给一些 idea。
稍微给我一点想法，但他不会告诉我怎么做，因为他觉得这个是我去自己要面对的课题。是，影像上面呢，飞人帮原本是拍的很帅、很酷的样子，然后他说没有啊，你就叫那个谁阿德走过去，小胖走过去，肚子撞到人家的那个人家椅子后面这样子，让人家喝汤吐出来这种概念这样。就是要一些真实的 Fatboy。对，他就是想加入一些这种元素这样子，因为我们自己看到我们自己不会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你有一个不是吗？我不会觉得我是这样的人啊。我们习以为常。就我撞到你又怎样呢？不是，你是流氓是不是？要道歉的，要道歉。撞到了就跟他道歉。对。那肥男帮加入有什么标准？其实一开始都是这样子，就是也会有一个什么体重上数字的限制嘛，就你一定要打破多少嘛。是。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人想加入，所以我就开始慢慢的下放这个规则，不然每个人都要为了要加入，然后吃的这么胖，我也是有点于心不忍。理解。对。那后来我又就是想了一个更简单入帮的方式。是。就是如果你在你们这群朋友里面，你的身材比较容易就是被人家就是揶揄啊、弄啊，或者你多吃点，人家就会觉得你好胖那种感觉。欢迎入帮。一起来我这里找。基本上现在肥男帮的入帮标准就是没有，态度对了就对了，只要想入帮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当然啊，对吧？那所以主要的精神就是。你只要愿意吃得开心，然后愿意提起这个自信，好好的吃东西这件事情，雷洛也说过，人活着就是为了吃饭，是吗？是啊，雷洛说的。雷洛讲过这句话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吃东西就是要自己爽，非常的重要。恩佐有机会加入吗？你为什么会肥男帮，然后找一个瘦弱哥？带他一起来吃饭这样好，这是团练吗？你们练团不是去餐厅啊、热炒店啊什么的都来啊，真的。我们来群组啊，几月几号练团喽？练团喽！哦，谁回来了？练团喽！所以练团不一定要纯肥男帮，瘦子也可以练吧？可以啊，他有时候也是会来。他也可以加入肥男帮，或者我们可能吃什么好吃的时候，你们在哪，我要过去，然后不好意思吃完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有时候真的。那你们有最高纪录吃了多少？我松饼真的可以吃4张，不是大张的那一种啦，就是这种的。然后水饺我最多也可以吃30个，最多那个是吃到真的有点恶心的那种。那不多哎，真的不多。你只是比较容易储蓄。其实我蛮喜欢吃饼类的东西，面包这种东西。所以淀粉类可能比较炸一点。自己露营的话，你会做什么吃的？就很简单的，就是说意大利面这样子。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我们买那个酱回来，就是然后加面就好，煮面和在一起这样，来不及加个绞肉这样很开心的。煎牛排、烤好肉这种概念。最基本的。对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露？也是差不多2年前开始。2年多。你们都你们有一起录过吗？有，在瘦生日啊。就一起。其实一开始会入坑就是因为瘦生日，因为瘦生日一开始他最先玩嘛。对。然后遇到台风。紧急撤离，真的，这很有喜剧节奏。我们就是，那你们还爱上？你们是喜欢那种刺激？没有，因为第一次没有玩到因为我们在那营区待不到24个小时，大概14个小时、16小时。我们一大早5点，天刚亮，营主说你们要不要走？不然你们下一次，不然你们走不了。他说你们下一次下山可能是3天后、4天后，下个礼拜，因为他说如果路封掉的话，对。我很喜欢在露营，就是煮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或者硬要在那边调一个。那个沙酱啊，然后在那个发棍切片烤一烤，然后加了那个熏鲑鱼，硬要在那边这样子，对，在那边摆盘，然后他们拍完照以后，突然说，我要做到小那种感觉。那你们会有分工吗？其实我们后来开始慢慢就是衍生出这个，就是自己的帐篷、自己的食物、自己是没错。一般露营这样子会比较方便，因为以前一开始的时候那种像我的时候，以前开始玩的时候会帮大家准备食物，其实头也很痛，因为下山的时候食物会太多，就是大家一起吃，因为其实我们每次出去露营好像都是准备一大堆吃的，但是后来发现根本没有要吃，因为那样子的环境，然后就是如果是比较热一点的时候，其实大家也吃不太下。我露营是只带一双碗筷。差不多，我们刚开始也是这样。然后我们就去串门子，而且是串不认识。那也 OK 啊，就是用闻的。那家应该是烤干贝，不如我们再来吃一道。好，没问题。飞的又好了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帮主指定红酒炖牛肉然后搭配的是松露马铃薯泥。我3年喜欢用松露。哇塞，这个长得超级不像红酒炖牛肉。对。像你们喜欢露营嘛，然后帮主其实就是一呼百应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一定要打开来的时候，那个香气要扑鼻。
对不对？然后再来就是你里面的东西一定要打开的时候，哇，特别。这道菜是可以在露营的时候做的。可以，绝对可以，但要花一点时间。就是前个礼拜就开始礼拜，前个礼拜就开始准备。还是不要冲动。是，它这个是用的美国的Prime 等级的牛小排。Prime 等级，哇塞，懂吃，对。然后再来呢，就是牛小排其实就跟刚刚那个一样，它有油脂，它有筋。所以它在处理上面呢，其实也要费一点功夫。了解。所以我们用大火先让表面呢煎焦脆，香气展生之后，然后再用卤泡。你要让它滚完之后，让它里面的气孔打开完之后就让它冷却，让它去吸收那个汁。因为我们用的汁是牛骨高汤，吸收之后呢，再让它打开。再让它泡，这个动作要持续4次，所以又花你8个小时的时间。哎，差不多。这很 creamy，对，吃看。其实上面呢，我们还加一点点的白花椰菜，然后我知道，对我刚才想说你在那里面那脆脆是什么东西？它就是为了要把口感用得更完整，因为帮主嘛，你总不能做一道随便的东西，什么口感都要有。我说真的，就是厉害，没要夸好，因为通常我之前有拿过这个 Prime 等级的牛小排。拿去煮牛肉面这件事情，但是牛小排其实如果你只煮一次的话，它是会很硬动，对你把它弄得像少女肌肤一样嫩。可是你是天才，我是啊，一定要卤泡，它才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。你要卤它才能泡哦，你不卤它怎么泡它呢？我刚光吃那个，主播跟我一样是加酒底的，对。那就是个情况。炖牛肉其实它比较容易吃得到一丝一丝的那个肉的感觉，但是你完全会觉得它没有那种纤维感在，就是因为那个 cream 它把它变得很滑嫩，就是每一口你都感觉好像这一口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而且那个肉是一咬它就散了，它好像用中了化骨绵掌一样直接散掉，打趴了这一大堆餐厅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些婚丧喜庆的场合。像哪一间？人家还想要就是在我身上弄点钱之类的，想赞助我这样，我们还是不要这样子。其实这2道菜都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说，其实很多淀粉这样搭配啊是非常合适的。他超级喜欢吃马铃薯的，真的，这不错。喜欢，我超喜欢。松露很爽。我想算一块吧，我想弄给大家看，它这到底有多嫩。它这个牛小排是1块，对不对？你看啊，我都什么事都没搞，它就这样子，你看分开了。它就是入口即化，直接分离。这个要炖多久？这要发点内功啊。这我觉得小朋友可以吃，你知道吗？而且它的酱其实也很刚刚好微甜，而且它的甜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小颗的马铃薯。哦，可是我有吃到肉的甜味，肉的甜味也有啊，我有加一点点黑糖糕。对，黑糖糕就是那个，对，甜的。我觉得今天我很开心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样？就是有幸吃到厨佛的餐点，不是每一个人他都愿意花时间做。哦，对，他给面子了，没有，他给贵邦面子了。之前有来这边做沙拉的，哇，那真难看，场面真难看。没有，因为我也有看大院的影片啊，他很喜欢肉的料理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喜欢煎牛排啊，而且我觉得你煎牛排很讲究，是，所以我想要用另外一种方式告诉你，哎，其实用这个方式去煮，他告诉你料理的这条路是很宽广的，你先不要尝试，怕人家去参加那个料理之王。作为肥男帮帮主，大渊对食物的气魄都反映在他的音乐作品里。这是传说中的肥男帮，对抗的火都在胃里烫，胖是怕饿不怕烫，筷子上很像大张。Fat boy，Fat boy。Fat boy，yeah， 就是胖，yeah， 不怕烫，yeah， 他说上演场上健身房，压完重量刚才点的餐点，老板快点上，开胃前在煮菜甜点，不管哪一样，我身边的朋友都必须胖胖的，出门在外这样才是像样的。他长得像只小熊，但是怕饿的，哎，不是才刚吃饱，怎么又饿了？这里有卤蛋卤肉，但是没有卤蛇。酸甜苦辣咸加甜点是完美组合，出门不带钱，先支付没有阻隔。
只为东西好吃，不为老板女儿。非能帮说到此必定掀起风暴，还没走起之前必须先吃到饱，一直吃都在吃没有饱的征兆。FBG 称号必须让老板知道，这是传说中的非能帮，最烫的货都在胃里烫，怕是怕而不怕烫，筷子上它像道长。